第34章翻身。望着那负手立于场中的黑山少年，场面略微有些寂静。高台上，肖战嘴角的笑容缓缓地扩大，到的最后，终于是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。听着耳边肖战那得意的大笑声，三位长老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心头轻叹了一口气，却是再没有出言阻拦。场中少年所表现出来的潜力，让得他们心中有着不小的挫败之感。1年4段，这种速度足以让任何人感到骇然，他们的子孙恐怕再没有可能将之追赶而上。心情大悦地站起身，肖战拍了拍手，笑盈盈地宣布：萧克侄儿挑战失败，还望日后努力修炼。场中脸色苍白的萧克听着这宣判声，顿时黯然了几分，眼神复杂地望着面前不远处的那黑山少年。这1年前还被嘲笑为废物的人，1年之后竟然已经再次凌驾在了家族中的所有人头顶之上，这种几乎是翻天覆地的2极变化，让得萧克忽然想起了那日大厅中少年的铮铮冷语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面露苦笑地摇了摇头，萧克艰难地爬起身，对着萧炎略微躬身，声音中以前的那股不屑终于消失得干干净净。萧炎表弟，你赢了，恭喜你恢复。略微点了点头，萧炎目光在场中缓缓扫视，凡是接触到这对漆黑眸子的人，都是有些胆怯的闪避，目光随意的在那一直盯着自己的萧妹身上扫过。萧炎偏头对着对面那群未合格的族人淡淡的笑道：还有人要挑战吗？瞧着萧炎望过来，那群本来还在惊愕的少年们嘴巴赶紧闭上，一个个做仰天沉思之状，却是再无一人敢上去做那第2个吃螃蟹的。瞧着这些稚嫩少年的装傻模样，萧炎微微耸了耸肩，直接转身对着后面行去。望着在身旁坐下的萧炎，虚儿嫣然微笑，目光扫视着了一遍场内，纤细的手指将一缕青丝挽成旋卷，小嘴掀起淡淡的弧度，轻声道：萧炎哥哥，3年前他们就是这般看你，3年前我会因为他们的敬畏而感到兴奋，现在没啥感觉。萧炎摸了摸鼻子，平淡的笑道：那是萧炎哥哥成熟了。虚儿俏皮的眨了眨水灵大眼睛：哪有你成熟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在这副少女的躯体之下，是不是藏着一个千年老妖怪？被一个小女孩认真的说成成熟，萧炎不由有些感到好笑，手掌亲昵的揉了揉虚儿的脑袋，戏谑道。闻言，虚儿娇媚的白了萧炎一眼，精致的小脸上有些嗔怪，不管少女再如何豁达，也不愿被人说成是老妖怪。少女娇嗔最是动人，虚儿这无意间露出的少女娇态，不仅让得远处那群少年瞪直了双眼，就是连一些少女也是不由面露羡极。这小混蛋太嚣张了，同样是被虚儿的娇憨模样吸得眼珠有些凸起。瞧着虚儿对萧炎的亲昵模样，萧宁心头的嫉妒火焰机遇掩盖理智，在这家族中，他自诩唯有自己才能配上虚儿，可却不管他如何讨好，却总是难以博他一笑。而反观萧炎一介曾经的废物，却总能让得他心仪的女孩开心娇笑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让得萧宁的牙齿咬得嘎吱作响。小混蛋，你就嚣张吧，等成人仪式那天，我要当着虚儿的面将你打得满地爬。拳头紧紧地捏在一起，萧宁森然地盯了一眼远处盘腿而坐的萧炎。虽然萧宁也很是震撼萧炎这1年的修炼速度，可往日那种习惯性的俯视心态，一时间总是难以将萧炎的废物名头丢弃。而且作为家族中年轻一辈仅次于虚儿的人，萧炎此次的突飞猛进，已经让萧宁隐隐地察觉到了一股危机感。趁他未成长起来，给他惨重的打击，最好再次把他打击得一蹶不振的地步。心头转动着阴森的念头，萧宁嘴角缓缓挑起一抹狞笑。虽然萧炎如今是7段斗之气，可他却对着自己的8段斗之气颇有自信，毕竟7段之后每一段的升级，那都将是巨大的差距。低声与虚儿轻笑交谈着，萧炎眼角随意地瞟向训练场边缘，刚好看见那萧宁嘴角的一抹狞笑，略微一愣，旋即淡淡一笑，连自己的喜怒都掩藏不住的人，能有多大气候？在萧克挑战萧炎失败之后，再没有一个人敢继续挑战，那群不合格的族人也只得另寻目标。而在经过几轮的比试之后，
也仅有2人依靠着熟练的斗技和一些运气，将自己的对手击败，成功地步入到合格的区域。望着逐渐平静下来的训练场，满脸笑容的肖战这才起身，大声宣布测验的结束，以及1个月后的成人仪式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。缓缓地站起身来，萧炎对着高台上那春风得意的肖战微微一笑，而肖战也是毫不吝啬，对着自己今日大出风头的儿子竖起了大拇指，拍了拍衣衫上的灰尘，一阵香风却是扑面而来。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，萧炎抬起头望着站在面前的萧妹，淡淡的笑道：“有事？”看着萧炎清秀小脸上的那抹隐匿的冷淡，萧妹心中一滞，脸颊上露出勉强的笑容，轻声道：“萧炎表哥，恭喜你了。”“多谢。”微微点了点头，萧炎目光对着一旁的薰儿瞟去。“萧炎表哥，明天斗技堂由我父亲教导黄阶高级斗技，你一起去吗？”萧妹微笑道，脸颊上妩媚与清纯的矛盾集合，实在让人心动。闻言，萧炎眉间悄悄地挑了挑。就当萧炎正在想借口回绝之时，一双修长白皙的娇嫩皓腕却是从一旁探出，然后挽住他的手臂。微微一愣，萧炎转过头，却是见到一张布满盈盈笑意的清雅小脸。“实在抱歉，萧妹表姐，薰儿已经请了萧炎哥哥明天陪我逛乌坦城，可能不能陪萧妹表姐去斗技堂了。”在周围一双双呆滞的目光中，薰儿亲昵地挽着萧炎的手臂，精致的小脸上略微噙着一些歉意。